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康居北苑。今天带大家来山里面看一栋房子。那这栋房子距离县城大概是10公里，距离附近的乡镇大约是7公里左右。这是一座5开间的木房子。以前这个寨子有20多户人家，如今基本上已经往山下搬迁了，所以这个地方也变成了一处无人村。整个村子如今只剩下5栋木房子，全部都可以出租的。其他的房子陆陆续续基本上已经倒塌了，非常的可惜。现在进村的道路大概是宽3米左右的砂石路，还没有硬化，去年才刚刚修通的。这栋房子的旁边就有一大块的空地，虽然里面长满了杂草，但是清理一下，这边可以作为菜地来使用。马路已经修到了边上，这边的交通也是非常方便的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栋5开间的木房子。整个房子几乎是没有院子的，非常的窄，底下就是一大块的土。在这之前呢，里面种了一些玉米，已经收割了。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房子视野是非常好的。可能很多朋友会问，这些木板为什么是黑颜色的？实际上，像这样的老房子，在以前木板的外面涂抹的是一层桐油，它是防止生虫的。这边的院子很窄，宽约2米左右，下面就是一个高约3米左右的坎，所以在这边要注意安全了。这是5开间的木房子，其实在湘西这边大山里面还是挺少见的。一般像5开间在以前都是大户人家，像这样的木房子据说也是上百年左右的一个建筑了。这是整栋房子的堂屋，也就是大门，6扇大门都是可以打开的。一般平时只打开中间的2扇大门。从这边大门进去，我们看一下，整个房子的堂屋没有多宽，中间是隔开了的，大约有15个平方左右，做了一个简单的水泥地。当然地面有些损坏了，如果后期把这栋房子租上的话，我觉得可以整修一下。堂屋的中间有一个大大的湖子，这些木板都还保存的比较好。右手边的这间房间就是厨房，也就是这家人生活炒菜的地方。可以看到这边有大灶，当然锅子已经不在了。这后面呢还有个小房间，这口灶可能现在也不能用了。这栋房子已经10多年没人住了，但是这边水电还是有的，没有网络。左手边的这间房间我们走进去看一下，这边装上了木地板，比堂屋高约30公分左右，有柜子。上面2楼没有用木板隔开的。在这边有火塘，我们都知道火塘是一家人生活的主要区域，坐在这边吃饭，平时烤火熏腊肉都在这边。这边的家具都坏掉了，这桌子都快要倒下来了，包括这个老碗柜也是一样的，碗柜的门
都坏了的。这边留的有窗户，采光和透气的。这边留有一扇小门，可以进入旁边的这间房间。我们推开门看一下，锁上了，没办法进去。所以整栋房子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。我在想，像这样的一座木房子，如果它地理位置好的话，这个租金啊可能就比较贵了。刚才我大概数了一下，整个房子有6个房间，1个客厅，还是非常宽的。整栋房子的结构还是非常的好，只是房子的内部有些木板损坏了，有些地方啊比较破旧，需要整修才能够住人。当然，这边的环境也是非常好的。视频的最后，我们站在院子，给大家反视一下四周，看看。尊敬的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，我现在湖南湘西州花园县祥和村。这原本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小村子，现如今即将变成一处无人村。到底什么原因呢？其实我今天来到这边也是有个目的的，我想在村子里面买一座老房子，也就是木房子。之前我的朋友在村子里面买了一座木房子，大概是1500块钱左右。为什么这么便宜呢？跟着石头的镜头，我带你们走进村子去看看，你就知道什么原因了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远处有挖机在施工，到底为什么呢？其实啊，这个村子在很多年前周边是开采矿石的，所以说这个村子时间久了之后，可能这个地方啊会发生一些自然灾害，所以现在响应号召，整个村子要往外面搬迁了。所以来到这边买木房子是很便宜的。我们可以看一下镜头前方，大家看一下这些土才刚刚堆的，实际上在以前这里啊是一个地基，以前就是建的一座房子，在这个位置，现在这座房子已经拆掉了，又重新把这些土覆盖起来，最后可能会变为耕地。其实远处还有一些砖房子是没有拆的，但是现在寨子里面像这样的砖房所剩不多了，大概也就10来座的那个样子。以前这个村子啊，大概有上百户人左右，非常的热闹。在04、05年开始到07、08年的时候，这边因为采矿嘛，很多人来到这边工作，而且村子里面还有小型的集市，有超市，什么都有，还有修车的，还有很多商铺。所以说在以前这个村子是非常热闹的。哇，现在好多飞，大车过路到处都是飞。这边现如今啊冷冷清清，寨子里面很多住户已经搬出去了，但是有的舍不得的还是把房子留下来，也是没办法，最后这些房子啊都要拆掉的。所以说之前我的朋友来到村子里面买木房子，只花了1500块钱，自己动手拆。这边我们发现一座木房子还挺好的，院子也很干净，旁边还有一条小溪流着水。如果不是自然灾害的话，这些房子都是不用搬的。现如今是没有办法，寨子里面所有的房子都要搬迁，挺可惜的了。旁边的这座砖房子已经搬走了的，但是房子还没有拆。现在寨子里面很难见到人。其实我来的目的就是想在寨子里面找到这样的木房子，看能不能把它买下来。木房子有一点比较好，像这样的木房子，如果把它
瓦给拆下来，所有的立柱还有这些门板、这些窗户啊，全部拆下来之后，用卡车拖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又全部都可以组装起来的。砖房子就不行了，拆掉以后就没用了。我们走到跟前去看一下吧。这座房子现在是没人在家的，所以也找不到人问一下，如果买下来这座房子到底价格怎么样？上面都是盖的土瓦，3开间，中间是堂屋，旁边应该是厨房，加上厨房是4间。这边还停了个3轮车，可能这家主人应该还在家里面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座房子，实际上它的结构还是挺好的，底下的垫脚石都还比较高，这些立柱啊没有和地面直接接触，所以说没有受潮。房子都是装了窗户，应该采光比较好，窗户还装了玻璃，防飞尘。2楼应该是放杂物的。待会儿我们看能不能在这边留个电话，如果他回家的话，可以给我打个电话，我们私下可以联系一下看。旁边是一块菜地，这边还有一座砖房子。其实这些砖房都建得挺好的。问一下，那出不了好多。你讲个出5000啊，都装那个买165、6000几啊。它是5柱多，5柱8。5柱8，那就比较大5柱7，这是5柱7，这小点点哦。我是讲，他卖了16000。6800块钱。 6800。拆了嘛，他这个想搬到龙南山了嘛，就想。以前你们来的车好多啊，以前很多，可惜了。可惜了，那些柱子都是大多大些，就成熟的，100多年、70、80年，些柱子就大多。那太可惜了，因为这边经常有一些大车在跑吧，路上全部都是飞尘。以后这边可能都会变成一些耕地了吧。以前那一片山啊，就是开矿的。这样的木房子买回去，再叫木匠来重新组装的话，实际上也挺麻烦的。但是我感觉总比重新来建一座木房子应该要花费少了许多。朋友们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呢？好了，我是石头，关注旅拍10年，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了，拜拜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石头，我现在湖南湘西。现在我依然在八面山的山顶之上，我把车子停在那个位置了。这是一条刚刚修的一条公路，据说啊，就在公路的尽头那里有一座自身桥，景色是非常震撼、非常漂亮的。刚才在这个位置啊，遇见了一个当地的老乡，一起往里面走，去看一看这个地方的景色到底如何。自身桥漂不漂亮？我呢，你看漂亮就漂亮，是吧？个人去理解去了。我们是看是好看。哦，你们看是好看是吧？那你们本地人都好看，那我们外地人过来肯定更好看了。它是一个山洞还是一座桥啊？一座桥。一座桥啊？里面有洞。哦，里面还有洞。那座桥高不高？桥大概有个50米了。50米左右啊？好，那还是挺漂亮的，我估计。现在有点期待，想去看一看。好久时间没走了。好久时间没走了啊。看草深不深？看一看。看一下啊，
好像有人走过。好像有人走。啊，有人走我们就走吧。这都是人才对的。嗯。是人才对。估计很多人也是跟着这条大路走进来的。走到这个位置就是这样的小路了。刚才大路只修到了一半，我们跟着这条茅草路往里面走。据说自身桥就在下方。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这里就是以前修的一个台阶路了，看到吧？刚才大叔告诉我的。一般游客都是从这个位置走下来的。现在顺着这条小道往里面走，应该就在下面。桥已经看到了。哎，桥已经看到了，从这个位置还感觉不出来呢。我看好像是一片悬崖。下边。还在下面是吧？这里平时有水吗？有。有水啊？哦。那边有水。那边有水啊？到秋回的时候要好多人吃水的，咱们以前。好多人吃水啊？冷水都是山泉水啊。哦呦，这个就是桥了。哇，非常的壮观啊！朋友们，我已经看到了。跟着镜头，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，震撼吧？哇，真的是藏在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。如果不从这条小路走进来的话，根本上发现不了。这是一个非常漂亮、非常震撼的地方——自身桥，自然形成的一座桥。看到吧？桥顶就在那个位置。这个高度大概有多少米啊？大概有个后面50米不止吧啊。我觉得应该也是50米不止的。高度应该50米不止哦。哦，你们说的那个山洞就是那个位置了。那个洞啊，里边就是黑洞。哎，黑洞。很黑的是吧？还有黑洞呢，就看不到了，里边要灯才看得到它了。要灯才能看得到啊。那非常的深啊。进里面去了，可以走个天吧，多时间了，它就去灯了。哦，到山洞里面要走个1天左右才能走到头。那很深啊，这个山洞。那确实很深，迷路了你还找不到。迷路了，看起来很多人还是找不到这个位置的哈。应该很多人来到这个位置可能找不到路，因为走下来的话也比较远啊。有一个广东的，他走到那个地方，他没有看到桥，走上去了。他有人问我，我讲那我给你带你去看一下。好，你带他进来的，广东的啊。看到了他，哎呀，好漂亮。这里感觉也像一个天坑啊，非常的震撼。我走过去看一看，走到那个位置看一看，拍一下这个天坑。哇，从这里看上去非常的震撼。这个桥面好像有7、8米宽呢哦。自然形成的。这个就自身桥，就是自身桥。哎，真的哦，非常的凉快，这个位置。很凉快啊。好凉快。好凉快。它因为这个洞有风啊。有风啊。哎，这边右手边的这个洞就是黑洞。你们叫做黑洞。黑洞。左手边这个可以看到洞口的。确实那个黑洞很黑的，如果没有电筒没有光的话，进去的话找不到路。它因为里面还有个黑洞。里面还有个黑洞。他就说从那洞里面进去了之后还有一个黑洞。因为没有帘就不敢进去。哦，这样子的。感觉这是一个天坑了。真的是一个天坑了。下面就是一个天坑。下面啊，前面就是一个天坑。
这个位置非常的凉爽，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过来的话，可能胆子小的话还有点怕，你觉得吧？好多人都不敢来。好多人应该都不敢来啊。只是感觉好像有点挺深的这个位置，非常的深啊，有点吓人呢。有点吓人，确实是的。看一下底下这个天坑。哦，天坑没有多深是吧？能够下去了。转个镜头给大家看一下，这底下就是天坑的位置了，有个几十米下去吧，应该。有。一般的水都是流往那个位置啊。哎，在那里有个小石头，那个有点像个狮子，那还是什么？那个钟乳石吗？那个它是石头哦，石头。这个位置有点遗憾哦，刚才我用无人机飞了一下，这个位置信号非常的差，它限飞了，只飞到20多米左右。以前这个位置应该是一条小溪，流水进来的，现在因为没有水，所以说变成了一条路。如果是有水的话，可能这个位置还没路进来，是吧？水大了还不行。水大了还进不来的，你父亲告诉你说，走到那山洞里面几天都走不出来，所以说你们也不敢进去。我们也不敢进去。再一个，那个洞确实有点吓人哦，黑洞，黑麻麻的一片，什么也看不到。确实。有时倒土匪的时候怕了，就往里面走，他们最后去了好多人才找出来。哦，以前躲土匪就往里面走，后面找不到路出来了。很多人又进去找人，才找出来了。那里面应该像个迷宫一样的。里面是什么样法，我们就不清。哦，你今年多大了？今年72了。72岁了。72岁，那你们小时候也没进过这个山洞？山洞知道，进到一些不远的地方就回来了，不敢去了。哦。你们只进到一小段就不往里面走了，怕迷路啊。老一辈人交代了，不要往里面去远，这样的话钻不出来。老一辈都交代了，不能进去太远。自身桥的后面有2个山洞，有一个当地人叫做黑洞。黑洞的话，从外面看起来就是黢黑的一片，什么也看不到。左手边这个洞还可以看到里面一部分。黑洞的下方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天坑，非常的深。这里的景色真的非常的美，自然形成的一座自身桥。大叔告诉我说，以前没有解放之前，土匪进村的时候，他们村里面的人全部都往山洞里面躲。老一辈的老人告诉他们，千万别进到山洞，因为山洞非常的深，岔道非常的多，很容易迷路。有兴趣的朋友，你们可以实地来看一看，我觉得这个地方景色还是非常美的。但是现在景区因为在修路，估计行走不是那么方便。如果来到八面山的话，问一问当地人就可以找到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即将也要离开了。如果你的家乡也有这样的人文或者景色的话，欢迎给石头评论留言或者私信告诉我。这期的视频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喜欢石头的视频还是那句话，请记得点个赞，点个关注。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康居别院，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湘西。今天我们又来山里面
为大家分享一些闲置的房子了。其实最近我收到很多私信，有很多朋友都想来湘西这边定居，甚至有很多朋友想找一些土地比较宽的房子，意思就是房子的周边有20-30亩的空地，最好还有鱼塘，交通比较方便。那今天我们也是带着朋友的期望来到这一处地方来看一下这栋房子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是一栋2层半的砖房子，外墙已经粉刷过了，这边是没有贴上瓷砖的。那这栋房子呢，主人家在长沙那边工作，这栋房子闲置的已经差不多有10年左右的时间了。车子几乎是可以开到院子的。镜头前方我手指的这块都是他们家的空地，房子的下方有一条马路，宽约3米左右，房子的背后也有一条马路，这也是进村的马路，宽约4米左右，所以这栋房子是建在一个3岔路口。房子的下方大约有15米左右就有一口山塘，可以在里面养鱼。我刚才用航拍看了一下，目视一下整个山塘有好几十亩，那周边的空地也是非常宽的。那我们就走进这栋房子来看一下。这边距离县城大约19公里，距离附近乡镇集市5公里，也是一处苗族集市，每5天赶一集。如果在这边生活的话，要去镇里面买一些新鲜蔬菜水果，一定要赶个早。这边都有个习惯，天亮了之后，基本上就有很多商贩开始摆摊做买卖了。当然，如果要取快递的话，到集市里面也是可以的。这边的生活还是挺不错，整个寨子没有多大，有20-30户人家。这栋房子呢，也算是一栋闹中取静的房子，距离周边的邻居还是比较远，目视一下大概有30-40米左右，所以这也算是一栋独门独栋的房子了。那这栋房子几乎是没有院子的，而且这栋房子年久时间没人居住，它的院子已经长满了杂草，我们是无法进去的，只能站在房子下方的这条马路，从这边拍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那这栋房子我们可以看到是3开间的砖房子，2层半的结构，顶上也都是打的水泥板，没有盖瓦的，旁边有座厢房，可能也是卫生间、厨房。这边通水通电，年久时间没人住，这边是没有牵网络线的。阿姨你好啊，在种菜还是背柴啊？你在背柴哦。他们家这栋房子好多年都没住了哦。哎。建好了之后就没住了哦。好，谢谢你啊。在我们湘西这边啊，基本上出门赶集啊、上山都要背这样的一个小背篓，非常的方便。那这栋房子也是一栋坐北朝南的房子。其实我们可以看到，整栋房子房间应该是非常多的，差不多有6-7个房间，一个客厅。这边就是堂屋了。现在堂屋是没有装上大门的，包括它的窗户都是用砖全部封起来，因为主人家可能是想着长时间不来这边住，他把整个所有的门啊、窗啊全部封起来，这样子呢，可以把里面的家具啊这样子保存比较好，防止一些小动物啊、什么狗啊、什么猪啊跑到房子里面去的。所以这栋房子呢，后期打造空间还是挺大的。其实这边的海拔也挺高，达到了600米左右，
到了夏天的时候也不热，非常的凉快。那房子的下方我们走过来看一下，是一块土地，大概有6-7分地左右。之前在这边种的应该是玉米，现在已经整理干净了，可能冬季的时候会种油菜。从这条马路走过去就是一处山塘了，我们走过去给大家看一下。今年因为干旱了3个多月，山塘也起到一个灌溉的作用，基本上这边种烟啊，种一些经济作物都从山塘里面放水抽水，所以现在已经干旱变成了这个样子。当地的村民也告诉我说，其实正常的年层山塘里面的水位还是很高的，大概我手指的那个方向。我目视一下，整个山塘宽约3到40米左右，那长度呢，我们看一下，应该达到了700-800米左右，所以整个山塘有好几十亩。这边都用不锈钢做成了围栏，在那边还有几个简易的棚子。这是村集体的山塘，是可以承包的。那我们再来看山塘的周边，也就是房子的周边，空地很多，一眼看过去都是好几十亩、上百亩。如果有些比较好的项目，在这边种植啊、养殖啊都是非常不错的。其实房子周边的环境也是非常好的，视野也是非常开阔。这栋房子就建在村口的位置，交通也是非常方便。那视频的最后，我们站在这个位置来反视一下四周。在这底下有一些土地，有稻田。我手指的方向有一条小水沟，绿色的那一片就是今年种植的烟叶。在那底下有零零散散的一些住户，房子都建得挺好。这边应该是一家养殖的。我们县城这边现在已经修了机场，可能明年就可以通航了。这边距离机场大约10公里左右，距离高速路口大概也就7-8公里，所以在这边生活是非常方便的。好了，我是石头，喜欢请关注康居别院，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，拜拜。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康居别院，今天带大家来湘西的大山里面看一栋房子。那这栋房子呢，距离县城大约是25公里，距离附近的乡镇大约是13公里左右。这边呢，几乎也来到了山顶之上了。这个寨子呢，只有接近20户人家左右，大部分都是木房子，这也是一个土家寨子。那我们要看的这栋木房子呢，就是镜头前方的这栋3开间的木房子。它的开间相比其他的房子都要宽一些的，我目视一下，差不多是5米到6米左右。中间是堂屋，两边是偏房，也就是卧室。卧室呢都分别装有窗户，2楼呢也都装修了的，用木板隔开，也留的有窗户。大门口之上还有雕花的，所以这栋房子呢，在以前也是一个大户人家的房子。那首先我们先从这边来看看这栋房子的院子，非常的宽，大约是有100个平方左右吧。整个镜头呢，应该是只拍到了2/3左右。这边呢都打上了水泥地面，车子呢是无法开到院子里面的，只能从这边步行，有一条小路走进来，大概是5米左右吧。车子呢可以开到后院。这边呢是偏房，也就是厢房了。这里面呢有火塘，还有一个小小的房间。一般呢这家人的生活区域都在这边，
煮饭啊，冬天烤火啊，都在这边。在左手边呢，还有一处厢房，这处厢房呢，大概凸出来接近是有6-7米左右，形成一个独立的房间。这里面呢，基本上放的都是一些杂物。在这外面呢，有个鸡棚，以前是关着鸡的。整个院子呢是没有打上围墙的，外面呢有些常青树，到了冬天的时候也不落叶的。这底下有一个高坎，高约3-4米左右，底下有条小路，当然再过去呢就没有房子了。如果把这些树木啊全部砍掉的话，周边的视野是非常好，一眼看过去啊就是几千米，可以看得非常的远。整个寨子呢是挨着山体而建，背靠着大山。这个地方啊也是盛产桐油的一个地方，山里面满山遍野都是那种桐油树，这个时候啊正是采摘果实的季节了。那我们再来看这栋房子的旁边呢，这里可以走得过去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观景台。待会儿呢我们拍完房子之后，站在这个位置啊，给大家看看从这边看过去的景色到底如何。那接下来我们仔细来看一下这栋木房子，上面盖的都是青瓦，当地俗称的是土瓦。我们都知道土家族呢和苗族区别还是挺大，土家族的堂屋呢一般它的背后都还有一个房间，包括这栋房子也是如此。而且土家族呢，他喜欢在房子旁边呢还留有一个厢房。这家人呢是没有2层的吊脚楼的，一般像一些老房子呢，这个2楼啊都是留的有吊脚楼，留的有阳台的。那这栋房子呢已经是很久时间没人住了。那我们先退2步来看一下这个门槛，高约40公分左右。我们都有句话说啊，这家人的门槛挺高，进入的时候要低着头。一呢是尊重这家人，二呢千万别绊着脚了。可以看到堂屋的地板是没有硬化的，全部都是以前修房子那时候土质结构的，并没有打上水泥地。楼层非常的高，大概目视一下应该是有6-7米左右，非常的高。已经在堂屋的位置做了一个木板吊顶，涂上了蓝颜色。这边呢2楼是不住人的，但是2楼也都是用木板隔开了，做了一个简单的装修，留的有扇类似小门的，从这边架着梯子可以走到2楼。一般呢2楼可以堆放一些杂物之类的，当然如果这家人兄弟比较多，小孩比较多，在2楼呢也可能单独做一个房间。那这边就是农村晒谷子晒玉米的一个链子，是竹子编织的。有一些简单的家具，农活的一些用品。这边呢就是农村的一个打谷机，当然现在基本上农村里面也很少种田了，基本上都在城镇里面打工。那接下来我们走到这处厢房去看一下，这边也是一些干农活的工具，有犁田的，有风车，这边以前可能还是一个牛圈。这边有个小房间，已经锁上门，后面呢也是一个小房间，这边呢基本上是没有装修，只是用木板把它隔出来了而已。看整个这个厢房啊也是非常宽的，在这边有灯侧，那边是猪圈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往后院看一下，这边是单独修了一个卫生间或者是淋浴的，可以打开门大家看一下，
这都做过一个简单的装修，应该接上水啊都可以用了。这边山里面喝的都是山泉水，那这边就是右手边的厢房，我们走进去看一下。这边是装了木地板的，有一处火塘，这个火塘用处挺大的嘞。一家人呢，到冬天的时候围着火塘烤火、炒菜、吃饭，上面呢熏一些腊肉。在这后面呢，也有个灶台，这处灶台呢用处也是非常大。一般农村啊，有客人过来要煮一些大锅饭啊、炒菜之类的，都是用这个灶台。后面有从山里面牵回来的管子，都是从山里面引那个山泉水回来的。这边主人家装了一个水池。那刚才我们站在院子所说的观景台就是这个位置了。走到前面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视野又如何呢？依然是被很多树木给挡住了视线，但是啊，依稀可见远处的山峰还是非常的美的，有一些梯田。那他们家的院子比周边的房子都要高上一些，所以站在他们家的院子景色也是格外美的。这边还有一棵桂花树。那视频的最后，我们站在院子反视一下四周，给大家看一下。他样子回稳了。屎哈面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是石头，喜欢请关注康居别院，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